西元378年，迁徙到多瑙河流域农耕的西哥德人反抗罗马官员的不公平待遇，爆发了叛乱，并在亚德里安堡战役中打败了前来镇压的罗马军队。当时的罗马皇帝是狄奥多西，他果断地采取安抚与收买政策，防止这场动乱继续扩大。不过，在西元395年，狄奥多西死后，他将帝国分成东西两半，交给2位儿子接管治理，而他们就没有父亲的雄才大略了。罗马帝国的国力继续下滑，这也就让西哥德人再次利用政局的动荡，起兵叛乱，好谋求更好的土地和更多的粮食。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前面2集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探讨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在罗马帝国走向分裂与衰亡后，他所扮演的角色。接着，我们继续上一集没有聊完的部分。明明同样都面临外族威胁与国力逐渐衰弱的情况，东罗马帝国就可以继续延续到西元1453年才被推翻。但为什么西罗马帝国却在西元476年就玩完了？在西元4世纪左右，罗马边境的一些农地渐渐荒废，所以政府就让一些日耳曼部落在边境定居农耕，但这反而让日耳曼人更能了解罗马帝国内部的状况，因此才会有开头讲的，在西元378年西哥德人的反叛，而在狄奥多西死后，西元410年，西哥德人更是直接洗劫了罗马城，之后闯入南高卢，大肆劫掠。同时，趁着罗马人为西哥德人忙得焦头烂额时，另一支日耳曼部落联盟在汪达尔人的率领下闯入了西班牙，之后又横渡海峡进入非洲西北部，占领了当时最富裕的农业地区，并以此为根据地控制了地中海的中部地区。这也让他们能够在西元455年再度从海上洗劫罗马城。面对这样的侵扰与动乱，几十年间的好几任罗马皇帝，不是被俘虏，就是被驱逐或杀害。直到西元475年，当时被扶持上位的罗马皇帝不过是个12、13岁的小孩，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西元476年，日耳曼部落联盟的领袖奥多亚塞为什么能够轻易地罢黜这位小皇帝了。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双方的军力。以当时比较大型的激战亚德里安堡战役为例，西哥德人当时的人数最多不会超过1万人，而占领非洲西北部的汪达尔人，就算包含他们的妇女与儿童，大约也只有8万人。反观罗马，虽然总兵力大约有40-50万，但在戴克里先重组后，已经不是原本崇尚共和的罗马。而经济上更是因为缺乏奴隶的来源，导致农业与工业大幅衰退，这也让兵源下降等等因素，导致日耳曼人来袭时，罗马军队已经没有心力再去保卫这个国家了。因此，有很多场战役都是日耳曼人靠着罗马军队不出阵而直接战胜。另外，罗马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动荡后，城市与人口都已经急剧衰弱与下滑。尤其在西罗马帝国，商业贸易被破坏，文明发展回归到农耕为主，所生产的粮食也仅仅只能养活地方上的领主而已。但与西罗马比较不同的是，东方还保有工商业的发展。换句话说，东罗马帝国依靠工业与商业的税收，仍然持续累积了不少的财富。再加上重组后的罗马，发展重心都是偏重东方，以及之前我们提到的东罗马的皇帝在宗教上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这些原因都让东罗马帝国比较有钱。可别小看这个比较有钱啊！在面对外族侵略时，东罗马可以选择用钱收买蛮族部落，甚至是纳贡给具有上帝之鞭称号的阿提拉，好让国祚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反观西罗马帝国，不仅要面对外患蛮族的侵略，还要处理内忧，像是国力衰退与经济崩毁等问题。不过，日耳曼民族的侵略并没有让西方直接陷入黑暗时期，更精准的说法应该是罗马本来就在走向衰亡，而蛮族的侵略只是加速这个过程罢了。当时的城市逐渐衰败，
而日耳曼人又不住在城市里，多半是散居在农村或乡镇。因此，日耳曼民族并没有破坏原本的经营管理模式，反而比较像是取代了原先的少数领导阶层，并试图利用原本的行政机构来继续管理。所以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民族带来的改变，反而是建立了许多不同的部落王国，像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越过了英吉利海峡到不列颠岛，高卢北部有法兰克王国，高卢南部有西哥德人，非洲西北部则是汪达尔人，意大利半岛则是有东哥德人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在击败了奥多亚塞后，建立起了王国。狄奥多里克虽然是东哥德人，但他却十分仰慕罗马的文化哦，不仅奖励农业与商业，还修复了许多罗马建筑与道路，并试图保存学术发展，并实施宗教宽容政策。但偏偏他是阿里乌教派的基督徒，因此不管他的统治有多么宽容，还是很难得到当地居民与东罗马帝国的认同。那么阿里乌教派和正统的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呢？这得回到上一集我们说过的，基督教因为教义的不同而产生了内部纷争。简单来说，三位一体的理论获得了主流的认同，因此不认同三位一体的阿里乌教派就被视为异端。在这个西罗马走向灭亡，逐渐进入中世纪的大时代背景下，再度让神学取得了发展的机会。在这段时间，出现了4位对西方基督教有深远影响力的神学家与思想家，分别是圣耶柔米、圣安伯、圣奥古斯丁以及他的信徒博爱修斯。圣耶柔米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加上他本身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所以他翻译的圣经后来就成为中世纪最流行的版本。而他认为圣经中的论述不能照字面上的意思来解读，而应该要从预言的角度来理解。同时，他还支持隐修制度。不过，圣安伯就不太一样了。身为米兰大主教的他，对于世俗的生活更加关心。他主要的论点有2个：第一个，人类的行为应该都在探寻与遵从上帝；第二，上帝之所以只帮助部分的基督徒，是因为救恩。不过，对于西方最大的影响是，他指责狄奥多西滥杀无辜，最终迫使这位皇帝道歉，恳求宽恕。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一位神职人员能让世俗权力顶端的领导者在道德领域上低头，这让之后西方教会在自治与道德领域上更加独立，也对世俗生活的影响更大。同时，这还让他们跟受到政权影响比较大的东罗马教派区隔开来。在圣安伯的感召下，33岁接受洗礼的圣奥古斯丁可以说是基督教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主要论点围绕在2个原则上，第一个是人类天生有罪，另一个是上帝无所不能。简单来说，人之所以会偷窃、作恶等等，都是因为我们从根本上都是有罪的。在他的主要著作《上帝之城》中提到，在末日审判来临时，人类会分成2大集团，以人的标准生活属于自私自爱的集团将会受到惩罚，而以上帝标准生活属于能够进入上帝之城的集团。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上帝选中，但如果你想被选上，那么就该尽力行善、博爱，并愿意为主献身。在这种论述的影响下，圣奥古斯丁的众多信徒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博爱修斯了。他不仅对古代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文笔也十分优美，再加上他出生于罗马贵族家庭，因此又有最后一位罗马人的称号。因为他生活在罗马走向崩毁的年代，所以他致力于保存古代学术，从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7个学科，都尽力的去翻译、评论与注解。尤其是他翻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更是成为后人与古希腊人连结的枢纽。当然，还有一些基督教神学的理论，但不幸的是，他最后被狄奥多里克以叛国罪处死。博爱修斯死后的几百年，西欧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死亡
也代表着信奉阿里乌教派的东哥德人始终无法跟不同教义的基督徒和睦相处。因此，不久后，东哥德王国便被东罗马帝国给消灭。征服东哥德王国的人是查士丁尼大帝。在查士丁尼继位时，东罗马帝国在历经了蛮族的威胁以及内部的宗教纷争后，逐渐恢复元气。虽然当时东罗马多半是讲希腊语为主，但出生在现今南斯拉夫的查士丁尼讲的母语却是拉丁语，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一心一意的想要收复西罗马帝国，恢复罗马帝国的辉煌。不过提到查士丁尼，就不能不提他的皇后狄奥多拉。如果没有这位精明果敢的皇后辅佐，查士丁尼是否还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能会打上一个问号。而相较于他收复了许多西罗马帝国原本的领土，他更让后世赞叹的成就在于法典的编纂。因为罗马在经过好几世纪的发展后，法律文书与判例不断的增加，再加上东西罗马帝国的差异逐渐变大，以及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很多法令不是互相矛盾，就是早已过时。所以查士丁尼在登基后便展开了法律的编纂。他指派亲信的大臣与精通法律的人们组成委员会，历经2年编订完成查士丁尼法典。不仅如此，之后又新增了法令新编、法理会要、法学总纲。这4部法典共同组成了民法大全，之后更成为了欧洲几乎所有国家法律与法理的基础。它最主要的理论在于把国家视为一个抽象的公共体，这跟之后中世纪时期统治者把国家当成私有物完全不一样。此外，虽然民法大全赋予君王很大的权力，但他却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而不是上帝。这种法学理论也影响了后来19世纪时的拿破仑法典。不过，这个离现在有点远，让我们继续回到查士丁尼身上。他不仅想在法学上成为罗马的集大成者，在地理上，他也想要恢复古罗马的荣耀。于是，在法典编写完隔年，西元533年，便派兵先是征服了非洲西北部汪达尔人的王国，接着就耗费数十年，才终于在西元563年打败了意大利半岛上的东哥德人。这场历时许久的战争，再度让恢复元气的东罗马帝国陷入财政的困境。虽然查士丁尼再度让地中海成为罗马人的内湖，但付出的代价却有点庞大啊。首先是意大利半岛在经过数十年战火的蹂躏，变得满目疮痍，水渠被破坏，农田变成沼泽，替之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缓缓拉开了序幕。再来，东罗马帝国的兵力实在是不足以守卫西方的边境，甚至还要征收重税来补充兵源。最后，查士丁尼为了抵御来自波斯人的威胁，不得不从西部撤军。而在查士丁尼死后不过短短3年，另外一支日耳曼民族再度闯入了意大利半岛，把东罗马人占领的地方给夺了回去。这使得意大利半岛成为了日耳曼、东罗马与教皇领地3个势力瓜分的地区。同时，斯拉夫人趁着东罗马帝国撤军入侵巴尔干半岛，位于高卢的法兰克人则陷入了内战，而西班牙和非洲西北部也会在不久之后成为阿拉伯人的领地。所以，我们可以说，罗马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时代的篇章也将继续往中世纪迈进。不过，在进入中世纪之前，我们也得看看，在希腊与罗马古典文明兴起与衰亡的同一个时期，亚洲各地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这些当然又是另外好几个故事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西元476年，日耳曼部落联盟的领袖奥多亚塞，好，分别是圣耶柔米在此，好，分别是圣耶柔米、圣安博。而相较于他收复了许多西罗马帝国原本的领土，他更让后世
它更让后世赞叹的成就在于法典的编纂，因为罗马，编纂嘛，编纂，好，再次，好，便展开了法律的编纂，编纂，好，再一次，编纂，所以查士丁，好，原来后面有注明，太晚住了。对。